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2377跟2429的 KVK。我想说，他们这一场 KVK 是今年最好看的 KVK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？之前960跟1093的 KVK 不好看吗？960早期跟2605战斗，在皇庭又跟93战斗了6天，难道这样不够精彩，不够刺激？对我而言，所谓的精彩就是要有反转再反转，这一点2377跟2429做到了。还有2377跟2429，他们这一场 KVK 是约好战之后和平的讨论外交，没有任何的嘴炮，没有任何一方因为对方比较强大而放弃了战斗，这样的战斗才是我想要看到的战斗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讲解这一次 KVK 的发展。在之前我就做过一个影片说过，他们这一次的外交结果还有他们分配的位置来看呢，在早期是不会发生任何的战斗，只有在皇庭才会有战斗，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是在皇庭里面发生的。OK， 那么首先看一下地图的分配，你们可以看到2377跟2429他们主要战斗的位置是在上面，下面是交给了自己的盟友，所以这张地图我们要画一条中间线来看。我们先从上面开始说起，你们可以看到2377的要塞其实就在上面的中间位置，也就等于说如果关卡开启的话，他们直接可以插一根旗帜在那边，从这里开始建旗帜下去，所以在建旗帜的速度上面肯定是会比起2429还要更快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下面你们可以看到2429的盟友，也就是黄色要塞，他们也可以从中间开始建旗帜出去，甚至可以从这个要塞开始建旗帜出去，挡着对方的门口。所以你们才会发现到为什么2429的领土明显是比起2377还要更少，就是因为2377他们选择中间的要塞开始建旗帜出去。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要选择右手边那个要塞开始出去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有几个顾虑。第一个就是很容易被断旗。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，是原本2429那边有建旗帜的，但是被拆掉了，而且从这个要塞出去的话，可能会挡着主盟 GV77 的位置，所以他们就索性用主盟开始建旗帜出去，然后2377用野战压制着2429，让2429没有办法顺利的快速建好旗帜，并且在一开始2429其实没有做好防守，他们有很多跟旗帜的一些驻防统帅呢，全部都是霍去病，这也是造成他们的旗帜这么快被摧毁的原因。但是没有放到驻防统帅进去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在战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慌乱，可能会忘记替换队长进去，又或者是队长还没有抵达目的地，并且在一开始你们可以发现到2429有很大的领土劣势。就比方说这个画面，如果2429的玩家他们要去前线战斗的话，除了前面这个地方的玩家能够快速抵达之外，其他全部都要绕远路，都必须要从后面绕过山才可以抵达目的地。相反的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2377的位置，这一整片是完全没有山挡着的，而且领土也比较多，也比较大。可能在刚开始双方集合部队的时候，看起来人数是差不多，可能可以打得过，但是长期打下去，你增援的部队速度太慢，没有办法更快的替换野战部队的话，你也是会输，也没有办法去守护自己的旗帜。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区域的2429领土都是一直在被烧。其实他们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利用这个山形挡着，旗帜推到这个方向会比较容易进攻跟防守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一下盟友的情况。确实盟友也是利用地形从中间开始建旗帜出去，但是奈何2377的盟友他们建旗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所以下半部分的领土分配就变成这样。那其实严格来讲，在第一天的领土呢，还算是一半一半，并没有相差的太多，但是主要还是要看先锋。假设先锋王国那边先沦陷的话，其实下面的小王国也是会跟着沦陷的。这是第二天的领土变化，这里各位可以看到，在上路2429的领土已经是不见了一大半。这里我们做个上下对比，原本在中间的方向2429还有一些旗帜的，但是完全被推到角落了。前线的领土也比较小，他们唯一能牵扯的地方也就只有在后面，所以这个战斗方式对2429来说也是不太友好的。至于下路的方向，反而是2429的盟友领土越来越多，虽然他们这边的速度没有像2377推的这么快，至少还是有向前推进了一点，但是到了第三天的开始，2429的盟友突然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直接把下面的领土全部都占领了。比较好的情况就是2429的领土并没有损失多少，这里的领土几乎是跟前一天一样的大小，并且在这一天有反攻的情况，把2377的旗帜烧回去。这里我放一个慢闪的图片给各位查看一下前后的差别。2429跟他们的盟友反而有推前去，在这个时候领土变成46分了。只要这样持续下去，2429的胜算会比较大。然而到了差不多接近第4天的时候，2429的旗帜又被推掉了。虽然这个时候看到2429的盟友，也就是蓝色的旗帜还有继续在往上推，但是我在前面就已经有说过了，这种地图呢通常是看先锋王国打的怎么样。
如果其中一个先锋王国不见了，或者是被推出去之后，其他的小王国也是一样会被推掉的。这个时候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2429的领土，其实跟第一天是差不多的，在这个位置特别小个，他们能够牵成过来的玩家很少。就算他们真的想要跟2377战斗，你们可以看到中间卡了一个很大的山，其他的队友依然要越过了这座山才可以过来战斗，而且不只是前面的位置，就连后面的位置也所剩无几。如果2429要扩大领土的话，也就变成说盟友必须要拆掉旗帜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就算2429的盟友拆掉旗帜之后，2429也无路可走。因为这张地图就是奥尔良之围，你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河流，并且这个地形有很多山，也就等于说，就算2429拿了盟友的领土之后，也没有办法正常战斗。并且你们要看，就算盟友拆掉旗帜之后，2429能够牵成的地方有哪里？也就只有这个方向，还有这个方向能够牵成大量的玩家。但是你们看距离前线的位置到底有多远？等同于说，就算2429他们的盟友拆掉旗帜给2429领土也没有用了。战线太长，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东西。在第3天要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2429在前线的位置已经全部都没了。他们唯一能够战斗的地点也就只有这个方向而已。至于盟友的进度暂时保持不变，但是如果我们把画面放大查看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山形、地形还有包括河流，实在是影响太大了，就变成说这边没有办法牵成更多的玩家进来，而且也可以看到在前线上已经没有多少玩家了。大部分的城市都是有开泡泡，而且也不是来自2429的玩家，有些是来自其他王国的玩家占用了他们的位置，也没有清出任何的采集点腾出空间让玩家牵成过来。那老实说，看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基本上可以确认说2429是已经撤退了。至于2429的盟友，虽然他们还是有玩家在前线，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的旗帜几乎都已经被点燃了。也因为2429的玩家已经撤退了，2377没有事情可做，他们就下去帮忙盟友，一起合作把2429盟友的旗帜全部拆掉。直到晚上11点，也就是差不多第5天要开始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发了王国邮件。2429的管理层跟盟友商量之后，决定撤退皇庭，他们要回去守护第6区。剩下的一些对话全部都是感谢他们的盟友啊、成员们参与这场战斗之类的。但是已经可以确定他们是放弃皇庭了。这个是在他们宣布撤退之后看到的地图情况。老实说，2429和他们的盟友还有拥有一半领土左右。坦白说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是可以继续战斗下去的。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。或许玩家都已经累了，玩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是加速，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撤退。我个人观察到2377跟2429单挑的时候，其实2429是打不过2377的。甚至我在看他们 KVK 的时候，可以发现到2377他们除了跟2429战斗之外，他们还会下去帮忙盟友。但是2429他们只是要处理一个2377已经分身乏术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过去帮忙。那如果盟友真的要拆旗帜的话，其实也比较困难一点。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旗帜基本上都是从右边建过去的，就是说他们如果从后面拆掉旗帜的话，前面的旗帜全部都会受到影响。那也可以发现到，在他们宣布撤退之后，盟友的旗帜消失的有多快，原本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，但是现在都已经掉下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最后2429还是再次输给2377。那老实说，其实他们在第3天的时候领土有比较多了，大概有3/5左右。有不少的玩家认为说，其实他们的胜算还算是比较大的。就一些玩家调侃说，会输掉也就是因为爸爸的关系，因为爸爸移民过去了。但是大家还是要理性讨论。那我在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就是领土的问题，出发点不好。还有就是2377的野仗真的是比2429还要更强。那第1天我看到2429跟他们的盟友有一起去打2377，在合作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把2377的野仗推掉。而外国主播做了数据，你们可以看，第1名是2377，第2名是2429。以击杀数据来看的话，其实2377击杀会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双方的阵亡是差不多的，而且也确实2429的盟友会比较强一点。你们可以看到第3名就是2429的盟友，第4名是2377的。不过第5也是2377的盟友，第6才是2429的盟友。总的来说，双方分配还算是比较平均一点。然后在讨论区那边看到有这张照片，这个照片的头像呢，其实就是2429的国王。这个是他与爸爸的对话，他就有说到他尽力去争取比较强的队友。
也因为之前的 KVK 失败而讨厌2377，所以这一次他们会想尽办法打败他们，并且还说到这一次 KVK 肯定可以赢，并且在战斗之前有一个很长的休息时间，甚至还说到就连他们的盟友木真林都可以打败77。最后爸爸回复到他很高兴可以拿到征服者之证，他玩了这个游戏很久，但是没有拿到任何东西。 OK， 那么大家在看到这个对话之后应该会觉得说哈哈这么好笑，一开始太过自信了，最后输得一败涂地。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这个对话有问题，你们仔细看蓝色的对话，为什么后面剩下的空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甚至爸爸所说的对话都已经快要超出空间了，所以我严重怀疑这个对话是造假的。我知道有一些玩家可能讨厌某一个王国的玩家，甚至把他们当作笑话，但是也不应该做出这样子的行为，做出假的对话。虽然这一场 KVK 2429又再次落败了，但至少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看体验，不像是以前那种 KVK 可能打一天就结束了。尽管有一些失误，但至少他们已经努力过了，并且也是让我们了解到除了93、960跟2489之外，还有其他王国还是能够战斗的。以上就是他们这一次 KVK 的解说，至于有哪些地方说漏说错的话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因为我这一次没有参加战斗。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